继续讲这个账套选项里面的财务模块，里面我们讲第一个，自动接收金销存模块产生的凭证。因为咱们这个管家婆财贸 ERP-C8 的系统是一个金销存和财务一体的软件，就是既可以管理我们的金销存出入库，也可以管理我们总账的凭证，诸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其他的财务报表啊。我们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自动把金销存开的单子生成对应的凭证。如果说我们业务和财务是独立管理的，就是金销存做金销存的账，财务做财务的账，两个互不牵扯，我们可以把这个关掉啊。金销存开的进货单、销售单这些全都不会生成凭证了，就需要财务那边自己去做进货的凭证、销售的凭证。但这个软件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哈，把最中间他们衔接的功能给它关掉了啊。我们开启之后呢，就是金销存开的采购单、销售单、付款单、收款单这些单子，它全都会自动生成到我们财务里边，生成对应的凭证啊。然后下面第二个模块是金销存模块产生的凭证不允许修改，就是我金销存那边过来的凭证到了总账里面去，采购凭证、销售凭证、收付款凭证也好，这些全都是不可以更改的啊。一旦你更改之后，我业务单子是没有去改里面的数的，你凭证上你改了这个数据，最后两边的数据对不起来了啊，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对账问题啊。一般我们如果说要改凭证，我肯定是要先把源头的业务单据给它改掉，肯定是单据错了，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凭证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才需要改这个凭证啊。这个默认是要勾选着的哈，如果说我们要点取消，它会提示你的选项可能会导致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不等，是否继续，会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啊。然后下一个，系统是有工资管理的模块的，像我们发放工资啊、做工资费用的时候，它也会自动生成对应的总账凭证，这样子就不用说我在系统里面做完了凭证，做完了那个公司的发放之后，再去做发放的那个凭证，它会自动生成啊，就省了我们财务再去做一张凭证了，这样子。然后工资模块产生的凭证也是可以控制是否可以更改的哈，也是你要取消的话会提示工资数据和财务数据不等问题啊。这个默认也是勾选的哈，一般是不会把它去掉的啊。要改的话肯定是公司那边发放出了问题，回过头去改工资模块的一个数据就可以。改完之后凭证会自动跟着变化的啊。然后自动接收固定资产那边产生的凭证，固定资产管理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建立好固定资产之后，像净额呀、总值啊这些全都已经录入好了，它会生成对应的凭证啊。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财务里边再去手工去创建一个固定资产的一张凭证数据了啊。像我们的折旧呀、购买呀那种，都会自动生成凭证，这种都不需要我们手工再从总账里边去做了。然后下面是固定资产生成的凭证，也是哈，不能进行更改的一个控制啊。更改的时候会提示你，会产生不等的数据，是否继续啊？点否就可以了。这个默认也是开着的，改的话回固定资产里面改，不要直接动凭证。然后凭证中凭证录入中哈，不能使用存货类科目，因为像我们金销存和财务一体嘛，我要财务里边手工去做像存货商品啊、原材料啊这种这种存货上的科目，我们业务那边有没有对应的进货单、出库单，就会导致我的库存商品的总金额和我财务里边那个库存商品的这个科目的金额不一致，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我们对账的时候去查，就要去查有没有手工做过这种凭证，去找里面的一个问题。默认也是控制不允许直接去做它的这个凭证的科目哈。制单和审核不能是同一个人，这个是凭证上哈，我做凭证的人不能审这个凭证，这个默认是不控制的哈。如果说人多的话，可能说对应的人有对应的岗位，有制单的有审核的，如果人少的话，可能说就是同一个人去审去做啊，这个一般不控制。允许修改其他人制作的凭证，就是我们 A 职员做了这个凭证之后 ，B 职员是否可以去改他做的这个凭证？如果说允许的话，就勾选上；不允许的话，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这样子，我 B 职员只能看他做的凭证，但是不能直接改他做的凭证。收付款凭证必须由出纳签字后才能审核。就是我们如果说有出纳的专职人员哈，我们在收付款的这种凭证是需要经过出纳那边进行一个
签字审核的。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对应的岗位和人员的话，就不用勾选这个哈，不用审核，不用签字就可以审核就可以了。然后自动生成的凭证，损益类科目和科目方向一致哈，这个默认选择就可以。凭证保存后立刻新增啊，这个就跟我们业务那边是一样的。我们做完了这个凭证之后，它立马会生成一张新的凭证出来啊。不勾选的话，就是保留在你当前制作的凭证界面啊，你保存之后也在这个界面。凭证中这张凭证中会计科目不显示科目编号，这个看情况的用法，一般显示就可以啊，不显示都可以啊。勾选的话就不显示。已审核或已记账的凭证不参与凭证的自动编号，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完了1个月的数据之后，发现中途有删除的或者更改过的凭证，导致我们的凭证编号不连续不连号了啊。这个时候有已审核或者已记账的凭证，我们用那个自动编号的功能就不会影响到已审核记账的凭证，而是把那些未审核记账的凭证去补到缺号的那个凭证里面去，这样子。支票自动报销啊，这个一般用的比较少啊，不用勾选就可以。然后凭证审核是自动登记出纳日记账，就是在我们审核凭证的时候，出纳日记账那边会自动生成我们对应的日记账信息啊，收付款的日记账信息。记账是自动审核，就是我们点击记账屏的时候，它凭证会自动审核，这样就省了我们去审核完再去记账的一个步骤了。一般就按顺序来嘛，我们凭证做完之后就要审核，然后再去记账啊，这样就可以啊。以上就是我们财务的一个模块。